想象一下，一位105岁的老人，满头白发竟开始长出乌黑的新发，甚至在失去多年的牙齿后又重新长出新牙，听起来像神话吗？但这正是真实发生在湖北的一位人瑞阳传玉身上的故事。邻里乡亲看到他红润有光泽的皮肤，几乎没有老年斑的脸庞，都惊呼他简直越活越年轻。更令人好奇的是，这位100岁老人的长寿秘密居然不是什么值千金的仙丹妙药，而是餐桌上一道最平凡不过的家常菜。杨传玉老奶奶年过100岁，依然身体硬朗，生活能自理，还喜欢帮家人分担家务。家人透露，她几乎顿顿不离南瓜，每天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碗南瓜。没错，就是那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金黄色南瓜。南瓜价格便宜，随处可见，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把它当回事。然而，就是这样寻常的蔬菜，却被杨奶奶视作自己的长寿瓜。她不爱保健品，不迷信补药，却活出了超乎常人的健康状态。难道南瓜真有如此神奇的养生能量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背后的奥秘。南瓜其貌不扬，是乡间地头常见的作物，因为外皮金黄，在民间又有金瓜、长寿瓜的美誉。事实上，南瓜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物美价廉的养生佳品。中医典籍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南瓜性温、味甘、入脾、胃经，能补中益气，意思就是补益脾胃之气。换句话说，南瓜可以帮助我们健脾胃，增强体力。脾胃在中医看来是后天之本，主管消化吸收、气血生化。如果脾胃功能强健，人就不容易瘦弱疲乏。难怪南瓜被称为健脾瓜，对食欲不振、消化不良、营养不良的人特别有帮助。南瓜在民间还有救命瓜的称号。传说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，粮食奇缺时，老百姓就是靠南瓜充饥活命。南瓜容易种植，高产耐储存，在艰难时期养活了无数人。至今，我国有些长寿村的老人习惯常年食用南瓜，比如被称为长寿之乡的广西巴马，当地100岁老人爱喝一种100岁粥，主要材料正是南瓜配玉米或红薯一起熬成的杂粮粥。他们甚至连南瓜叶、南瓜籽都不浪费，嫩叶做菜煮汤，南瓜籽烘烤当零食。可以说，南瓜全身都是宝。现代营养学更从科学角度揭示了南瓜的价值。南瓜那诱人的橘黄色来源于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它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， 帮助保护视力，提升免疫力，还能保持皮肤黏膜健康，让气色更好。南瓜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抗氧化营养，对于抗衰老、保护心血管也有益。不仅如此，南瓜含有大量膳食纤维和果胶，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，预防便秘，还能在肠道中吸附胆固醇和糖分，起到稳定血糖、血脂的作用。难怪有人说南瓜是三高人群的福音，经常吃一点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、血脂和血糖的水平。更有趣的是，科学家发现南瓜皮的营养其实胜过南瓜肉本身。研究显示，南瓜皮中的果胶含量是瓜肉的3倍以上。如果带皮蒸煮南瓜，其中某些成分还会产生类似胰岛素的物质，有助于调节血糖。所以，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，南瓜最好带皮一起煮，这样升糖指数更低，更平稳。如果把南瓜去皮煮烂成粥，反而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。看来，看似不起眼的南瓜，内里还藏着这么多学问呢。南瓜的种子也是宝。传统中医早就用南瓜籽来驱除寄生虫。小孩子肠道有虫时，吃南瓜籽是一个流传已久的偏方。现代研究发现，南瓜籽富含锌和不饱和脂肪酸，对保护前列腺、改善男性健康很有帮助。老年男性容易前列腺不适，常吃点南瓜籽有益无害。杨奶奶年轻时艰苦朴素，没什么零食，她最大的零食恐怕就是晒干的南瓜籽了。一把南瓜籽配上一杯热茶，就是她悠然度日的小秘方。不夸张地说，南瓜整个就是一个天然的药香。瓜肉补养脾胃，瓜皮稳定血糖，南瓜籽清热驱虫，护肾利尿，就连南瓜花、南瓜藤也富含营养。因此，南瓜才会被誉为穷人的补品。许多买不起人参、燕窝的普通百姓，靠着南瓜这样的平价食物，
一样可以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。杨奶奶的一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光吃南瓜就能长寿吗？很多人心里难免打个问号。的确，长寿从来不是单靠某一种食物就能实现的。杨奶奶除了饮食清淡，她规律的作息、乐观的心态也是长寿的重要原因。不过，南瓜在她的菜单中举足轻重，而她还有一个小技巧，煮南瓜时加一味配料，让南瓜的养生作用更上一层楼。这一物正是山药。山药又称淮山，是中医公认的上等食疗食材。历代医书都称赞山药益气健脾、补肾养生。简单来说，山药本身就有双重功效。一方面，它和南瓜一样可以健脾养胃，帮助消化吸收；另一方面，它还入肾经，能补肾益精，强化我们身体的先天之本。中医讲，脾为后天之本，肾为先天之本。意思是脾胃提供后天的气血来源，肾则储藏生命的元气和精华。如果能同时把脾和肾两大根本都养护好，人的精力、免疫力、抗病能力自然会大大提升。南瓜配山药正是一个强强联合、双管齐下的食疗组合，一个甘温补中，一个甘平滋肾，两者搭配相得益彰。南瓜偏于补气，山药偏于滋阴，气阴双补，让身体更全面的受益。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南瓜加山药简直就是量身打造的健脾补肾套餐，既能改善食欲，帮助肠胃运化，又能补益肾气，减少腰膝酸软、夜尿频多等肾虚困扰。或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要一起煮着吃？其实食材搭配就像中药配方一样，讲究协同增效。南瓜和山药同煮时，山药中的黏蛋白和皂苷等营养成分充分融入南瓜汤中，更易被人体吸收。同时山药也丰富了南瓜汤的口感，让人更愿意多喝几口。杨奶奶晚年牙口不好，爱吃软烂的食物，家人就常用南瓜加山药熬粥、炖汤给她喝。这碗看似普通的南瓜山药粥，却默默滋养了她的身体，为她的长寿打下了基础。除了山药，南瓜还有几个绝佳搭档值得一提。如果想养心安神、改善睡眠，可以在南瓜山药粥里加入一些百合。百合性味甘凉，能清心火、宁心安神，搭配南瓜同煮，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常见的失眠烦躁。若想美容养颜、淡化老年斑，可以放几颗红枣一起煮。红枣补气养血，疏通血脉。南瓜配红枣，坚持喝上一段时间，有的人会发现脸色更红润，皮肤更滋润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百合和红枣都只是辅料，南瓜加山药才是这道长寿养生菜的灵魂组合。也许有人要问了，真的连续吃南瓜山药这道家常菜，一周内就能感受到变化吗？事实证明，许多初次尝试的人还真有惊喜发现。我们不妨来个南瓜山药7日体验，看看每天可能出现哪些不同。第一天到第二天，肠胃轻松顺畅，南瓜富含的膳食纤维和山药的粘液质开始温和地刺激肠蠕动。原本有便秘困扰的人，可能在头2天就排便通畅，甚至排出积存已久的宿便，整个小腹变得轻松平坦。有人会感觉肚子不再胀闷，胃口也慢慢打开了。第3天到第4天，精力逐渐提升。经过几天的调理，脾胃功能改善，营养吸收变好了。很多人反映早晨起来觉得更有精神，不那么疲倦了。白天工作时精力比之前更集中，午后容易犯困的情况减轻了许多。这是因为南瓜提供了丰富的能量和维生素，而山药补肾益精，悄悄提高了身体的耐力和活力。第5天到第7天，各方面改善更加明显。大约1周左右，不少人惊喜地发现皮肤变好了，原本干燥的皮肤更加润泽，脸上的暗沉减退，气色变得红润有光泽。南瓜的抗氧化营养开始发挥作用了，还有些小毛病开始好转，比如夜里起夜的次数减少，肾气充足有助于减轻夜尿，关节酸痛有所缓解，山药补肾强筋骨的作用在显现，睡眠质量提高，整晚踏实不易惊醒，甚至有中老年朋友反映掉发减少，指甲更有光泽。短短7天虽称不上脱胎换骨，但这些积累的小变化加在一起，
常常让人切身感受到南瓜山药带来的惊人改变。当然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改善的程度和速度也会不同。如果您本来脾胃虚弱、营养不良，效果可能更为明显。如果您原本身体不错，7天内也许只能感到细微变化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南瓜加山药这个组合属于平补，细水长流地滋养着身体，就像春雨润物无声，不知不觉中让万物生长。只要坚持下去，30天、90天，当时间累积到1年后，您再回头看自己的身体状态，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与其指望昂贵的补药起死回生，不如从每天的饮食下手，慢慢调理身体。南瓜加山药这道家常菜之所以胜过补药，正因为它符合人体自然机能的需要。许多传统滋补药材，如人参、鹿茸等，虽然效果强劲，但不对症或过量时容易上火，甚至打乱身体平衡，而且价格昂贵，普通人难以长期服用。相比之下，南瓜和山药温和平补，不燥不寒，大多数人都适合，即使天天吃也无妨。不仅如此，它们价格低廉，来源容易，1年4季都能买得到，真正是老百姓吃得起的长寿秘方。回想杨传玉老人，一辈子粗茶淡饭，清淡饮食，几乎没用过什么名贵补品。即便中年时曾被医生诊断患有严重心脏病，他也没靠补药强身，而是凭借日常饮食调养和乐观心态，硬是挺过了半个世纪，甚至越活越精神。这正印证了一点，身体最需要的滋补，其实就藏在我们的碗里，而不在药罐子里。南瓜山药这样的食疗组合，循序渐进地改善体质，让人的身体自己变得强大，比起外力强行干预，效果来得稳固而长久。现代医学也开始认同食疗的力量，许多研究发现，均衡饮食、多吃天然食物的人，慢性病发生率更低，整体寿命更长。反观一些过度迷信补药、保健品的人，往往忽视了日常饮食的调理，结果钱花了不少，身体却未见得更好。其实人体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，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就是燃料和保养剂，适合的燃料才能长久运转，而南瓜、山药正是极佳的燃料之一。说了这么多，这道百岁国医推荐的长寿菜谱到底怎么做呢？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每个人都能在家里尝试。将南瓜去籽后，连皮切块，山药去皮切段。提醒一下，处理新鲜山药时，最好戴上手套。山药的粘液可能刺激皮肤，引起瘙痒。接着，把南瓜和山药一起放入锅中，加足量清水熬煮。喜欢甜口的可以加几颗红枣调味，喜欢清香的可以放1小把干百合。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熬，约30到40分钟，直到南瓜和山药软烂融为一体，汤汁呈现浓稠的金黄色即可出锅。这样一锅南瓜山药养生粥或南瓜山药汤就煮好了，早晚趁热各来1碗，暖胃又滋补，特别适合老人作为膳食的一部分。在享用南瓜山药的同时，有几点小注意事项也要提醒大家。适量而为，南瓜虽好，也不宜过量暴食。一次吃太多南瓜，少数人可能出现腹胀或泛酸，尤其本身脾胃虚弱、容易胀气的人要适量。如果每天3餐都吃南瓜，也要注意搭配其他食物，确保营养均衡。血糖控制，南瓜含糖量不高，但烹调方式会影响血糖反应。建议需要控制血糖的人带皮蒸煮南瓜块来吃，而不要将南瓜熬得过烂或额外加糖。保留南瓜皮能降低整道菜的升糖指数，而且南瓜皮本身有助稳定血糖，最好也避免将南瓜与大量白米同煮成粥，否则可能使血糖波动明显。山药选择，干燥的淮山药片和新鲜山药都可以使用，但新鲜山药水分足，黏蛋白含量高，营养价值更佳。挑选山药时，以表皮光滑、肉质紧实、没有断裂伤痕的为佳。肌肤发黄，有些人连续每天吃很多南瓜、红萝卜等橙色蔬菜，皮肤可能出现轻微发黄的情况，尤其手掌和鼻梁部位颜色发黄明显，这是胡萝卜素血症，因体内胡萝卜素暂时堆积所致，并非黄疸，不必惊慌。停止过量摄入后，皮肤颜色会自然恢复正常。记住，
任何食疗都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情况来调整。如果感觉吃了南瓜山药之后整体状态在变好，那说明这个方法适合您，可以长期坚持。如果发现不适，比如胃口不舒坦，那就需要减量或者暂停，另寻更适合自己的养生法门。身体会给我们反馈信号，细心留意并调整，才能真正把食疗的作用发挥到极致。长寿秘诀原来如此平凡，很多人以为长寿的秘诀高深莫测，实际上却往往蕴藏在最平凡的生活细节中。杨传玉老人用一生告诉我们，长寿没有魔法，无非是良好的心态加上正确的饮食习惯。而在他的养生菜单里，南瓜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再配合山药、百合、红枣等食材的加持，这碗平平无奇的南瓜粥就熬出了不平凡的效果。也许我们无法保证人人都能活到100岁，但借鉴长寿老人的经验，至少可以让自己更健康的变老。从今天开始，不妨试着在餐桌上多给自己添一份南瓜山药吧。不用羡慕昂贵补品的神奇，真正的长寿密码其实就握在自己手中，就藏在每日3餐里。一蔬一饭皆是养生，平平淡淡却孕育着长久的生命力。愿我们都能发现并善用这些身边的养生瑰宝，收获健康长寿的精彩人生。